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甘肃，这里是哪里呢？这里是刘家峡水库，就是我们小时候读课文说的地方。那这里呢，有一座非常独特的大桥，是在黄河上面的，这里属于黄河。长江上的大桥我们看了很多，但是黄河上的大桥我们看了很少。那这座大桥呢，非常多的第一创造了很多历史。今天就来看一下，并且这个地方我们说黄河的水是浑浊的，但是呢，在这里呢，可能就会超出你的想象，跟你想象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桥面上现在车是非常多的。我们先简单说一下这个桥有几个特点。其一就是它是西北跨度最大的桥梁，整个桥全长536米。另外一点就是说，同等桥梁下面的桥面最窄，它是双向2车道的。第三个之最就是它这个桥塔是钢管混凝土结构的，直径是世界上最大的，并且呢，它这个桥塔非常具有民族文化特色，大家发现没有？是不是很有特点？这是简单说的3个之最，其实还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。那个桥刚好是连接的一个隧道，那个隧道大概全长是4公里长，从那里就是去兰州。然后还有一点呢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桥梁下面的黄河水，大家见过这样的黄河水没有？碧波荡漾，清澈见底。这里跟哪里很相像呢？跟湖北口的丹江口水库很相像都是一样的特色。假如说刚下完雨或者是日出的时候，这个刘家峡水库当中就有点像我们说的人间仙境一样的。它这个也是悬索桥，桥塔是在2侧，中间是没有桥墩的。这一座大桥在黄河边上，桥是可以上去参观的。我们现在去上面走一走，再给大家看一下黄河当中的景色。这个刘家峡水库非常与众不同，真的很难得见到这样清澈的黄河水，全是钢结构的。这个就是刘家峡黄河大桥的桥面，相对来讲的话，桥面其实不太宽，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正常的双向2车道，比平时看到的很多大桥的桥面偏窄。因为刚才也介绍了，它这个是同等桥上的桥面是较窄的一个。我现在已经在大桥上面了。如果说有大货车来的话，这个上面有点共振，就相当于会抖一样的。现在大货车来了，你看看，我能明显的感觉到，我现在有点抖动的感觉，很刺激啊！眼前看到的就是刘家峡大桥的桥塔，非常特殊是属于钢管混凝土桥塔，也是世界上最大直径的钢管混凝土结构，也是世界上首次将钢管混凝土结构作为悬索桥塔。所以说，这座桥克服了很多困难，也采用了很多新技术，创造了很多第一。大家看到我身后这里没有？像汪洋大海一样的，这是一个水库。还有一点呢，我们平时说长江、黄河的水是浑浊的，那么这里呢是黄河的一个水库，这个非常奇怪吧？一般水是浑浊的，但是这里呢清澈见底，非常清澈这里呢就是刘家峡水库，有水库，那么自然就有大坝。今天就来介绍一下这个大坝，给大家展示一下环境，漂亮的地方。说到大坝，说到水库，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三峡和九州坝。但是在今天我们这个地方呢，它也创造了很多历史。它在中国乃至世界水电史上面都是一个传奇的名字。它既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工程，同样它是一个完美的艺术品。它1年的发电量超过建国前整个国家的发电量。它被当时的外国专家断言是我们中国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但是它最终完成了。它是我国第一座100万千瓦级大型水电工程，同时也是我们国家水电面向世界亮出的第一张名片。它就是今天的主人公——黄河刘家峡水电站、刘家峡水库，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这幅场景。刘家峡水库位于黄河的上游，在甘肃临夏的永靖县，距兰州呢大概是75公里。大家明显的看到，黄河的上游还是比较清澈的，到了中下游就比较浑浊。那是为什么呢？大概就是离这个刘家峡大坝
不到1公里的地方有一个洮河黄河的交汇处，从那个地方黄河就开始变浑浊了。所以有这样一句说法嘛，黄河变浑浊的凶手就是洮河。那么刘家峡水库这个是中国自己设计、自己施工、自己建造的大型水电工程，是兼有发电、防洪、灌溉、养殖、航运、旅游等多种功能。你看在刘家峡水库里面还能看到很多游艇，那这个呢就是一种旅游的方式，大家可以做旅游观看这个刘家峡水库。在这个地方呢也被称为高原明珠，因为这里属于高原嘛，也是算是属于甘南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刘家峡非常漂亮壮观，我们一开始也说刘家峡是我们自行设计施工的，但是刘家峡修建并不顺利，有一些波折。最开始刘家峡水库修建的时候是在苏联援建时期，中国和苏联的专家一起参与了设计研发，但是后面由于一些情况，苏联撤职了大批专家，并且带走了图纸。那当时修建刘家峡呢，可能就陷入了僵局。那么大家就会考虑一个问题，到底是放弃还是自主完成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毛主席决定还是由我们自己完成水库的建设，由我们国家自己来施工、自己建造、自己设计，全部由我们自己来完成。我按照网上看资料说，在上个世纪60年代，这座水库造价就高达2亿人民币。正是坚持自主，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刘家峡。刘家峡水库和水电站其实修建也经历了漫长的时间，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，一直到1974年才完工，修建了将近快20年。从56年开始，来自全国各地的2万余名建设者陆陆续续来到了这个黄河谷地，拉开了我们国家黄河水电开发的宏大序幕。58年9月份，刘家峡水电站正式动工兴建。那个时候建造跟现在可不一样，现在建设很多工程都是有大型机械设备，那个时候没有，大家都是靠手工上阵，用肩扛、用手、用铁锹等等这些东西，基本都是靠建造者的人工完成。经过大家的艰苦奋斗，1960年1月1日历时7个小时，电站实现大河截流。我们平时看一些纪录片也知道，一个水库、一个大坝的截流是关键中的关键。这个截流完成了，相当于大坝的一次重要转折点，也是一次重大胜利。刘家峡水库修建也是经历了一些波折，我们刚开始说了，它是在64年之前还停工过一段时间，64年呢开始复工。1966年4月份，复工后的刘家峡水电站大坝开始浇筑。大坝分为主坝和副坝，最大坝高147米，长度是208米，大坝总的长度是840米。1969年8月份，大坝全部浇筑完成。1968年10月份，刘家峡水电站正式蓄水。69年3月份，刘家峡水电站第1台机组发电。到1974年底，刘家峡水电站5台机组全部投产。所以说，刘家峡水电站完全是我国自己制造设备、自己施工安装、自己调试管理，完全是自主施工的。刘家峡水库总的库容量是57亿立方米，5台机组，它呢主要供电是担负着陕西、甘肃、青海的一些用电任务。最后我们来看一看，在这个黄土高坡上面，也是在黄河边上面，有一座房子。是什么人敢住在这个地方？孤零零的一家人，大家说是不是相当于隐居生活一样？